当我卧底任务失败被俘后，意外发现风云世家小公主竟然是我相恋多年的女友。她为了保我一命，把我藏在一个小岛上。可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孤岛是风云世家宗门逆子的流放地。在这1年时间，我差点被这里的人殴打致死。等逃出来后，却看到我的双胞胎弟弟正依偎在女友怀里。他疑惑问道：“如烟姐，1年前被俘的其实还有我，你为什么只救我，不救哥哥？”他宠溺一笑：“我妈只允许我留一个，你这么冲动，我哪放心让你受苦。”此时我心寒彻骨，转身离开之际，却撞进一个陌生女人的怀里。韩先生有没有兴趣做个交易？女人慵懒含笑，我一眼就认出她就是孤岛的首领柳如烟的小姑柳青青。我没有犹豫就回答道：“好，柳如烟，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傍晚时分，大雨倾盆而下，柳如烟撑着一把长柄伞从轮船上下来。1年不见，她消瘦不少，面色带着不正常的病态，却依旧清冷金贵。韩丽，你的眼。她眉头轻皱，举手在我面前晃了晃。我的眼睛曾被那些流放者毒瞎过，或许是孤岛上生长着不知名的药草。我吃野草充饥的时候，也意外治好了眼睛。那天和柳青青定下口头约定后，她让我回孤岛装瞎等消息，也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柳如烟果然来孤岛接我了。我双眼空洞地望着前方，笑着跟她走上船道。没关系，总算让我等到你来接我了。柳如烟的，你来接我了。柳如烟的脚步一顿，动了动嘴唇，但终究什么都没说。我看破不说破，乖巧地跟着她回到柳家别院。刚踏进后院，我弟弟韩飞宇抱着一个半岁的婴儿迎了出来，嗔怒道：“柳如烟，怎么去了那么久？我们宝宝一直哭怎么办？”我不动声色地握紧了双拳，原来他们连孩子都有了。柳如烟怕他累着，赶紧接过孩子，开始换尿裤、喂奶粉，一切做得如此自然，哪里还有在外人面前金贵自傲的模样？韩飞宇和他一起逗弄了一会儿孩子，才转过身对着我假惺惺地挤出2滴伤心泪。哥哥，听说你瞎了，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我粗心被人发现身份抓了起来，如烟也不会为了救我，故意泄露你的卧底身份，转移他母亲的注意力。说完，他才猛地捂住嘴。柳如烟该不会还没有和你说吧？我们之间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重。柳如烟赶紧把孩子交给保姆，心虚地说道：“韩丽，你要怪就怪我吧，有了这个孩子，我必须嫁给他。其实接你回来，是因为我得到消息，我小姑也要结婚，她是柳家的私生女，野心勃勃却没有实权，一定会趁着2方办喜事搞事情。韩飞宇没什么能力，无法应对，你长得和他一样，身手又好，所以我希望婚礼那天你可以做他的替身。要是按我以前的火辣脾气，一定会大闹，但是现在我异常冷静。”柳如烟的眉头不由得皱得更深。正当他想要说什么的时候，韩飞宇突然哭着朝我跪下：“哥哥，我知……”韩飞宇突然哭着朝我跪下：“哥哥，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别怪如烟，我用了一些手段才有了这个孩子，求你就当可怜可怜我吧。女儿还小，不能顶着私生女的身份，也不能没有爸爸。”他这一跪可把柳如烟心疼坏了。飞宇，你身体不好，别动不动就下跪。他恼怒地瞪了我一眼，眼疾手快将他扶起来，语气也变得不耐烦：“韩丽，你就忍心看到你弟弟下跪而无动于衷？”此时我心如死灰。从接我出来到现在，他没有问过我这1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却因为不舍韩飞宇给我下跪而怨我。无意间我看到了韩飞宇脖子上的项链，不禁握紧了左手中的同款。这2条原本是一对情侣项链，柳如烟在2条项链里面安装了特殊芯片。他说如果我遇到危险，他这边就能知道。可是过去的1年，我好几次险些被折磨致死，嗓子都喊哑了，他都没有来救我。原来他早就把项链送给了韩飞宇。可笑的是，我那几次危险都是为了保护这条项链不被抢。把韩飞宇安抚在椅子上后，他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我看不见，缓和了语气：“韩丽，韩飞宇非常顾及你的感受，没有得到你的谅解，他都不能安心和我结婚，你实在不该怪他。韩飞宇从小就喜欢和我争，他哪里是要得到我的谅解，分明是想和我炫耀。既然这样，我不介意送他一程。”最后一次握紧了手里的项链，我摊开手把它交到柳如烟手里。她看到这条项链，愣怔了一瞬，喃喃自语：“韩丽，这是我送你的。”我飞快地打断她的话：“我看下个月3号的日子就不错，你们赶紧结婚吧。”说完，我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跨出门口的瞬间，我的脸色就冷了下来，和刚才的忍气吞声判若两人。1个月的时间足够柳青青部署了。柳如烟，你欠我的，我要你100倍偿还。我故意在台阶的位置摔了一跤，随后便听到柳如烟追出来的脚步声。韩丽，你没事吧？我被她扶起来，却红着眼睛不掉泪，尽量把声音放缓。可是闷闷的声音出卖了我破碎的心情。你和他什么时候开始的？柳如烟愣了一下，眼里交织着无奈和纠结，一言不发把我拉到石凳上坐下，像从前那般帮我细心的擦手。韩丽，已经发生的事就不要再计较了，孩子是无辜的，答应我不要迁怒孩子。等下个月的婚礼顺利完成，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到时随你怎么闹都行。我小姑是个阴险狠毒的人，对男人也不会心慈手软，韩飞宇应付不了她的，我必须趁着婚礼的大好时机把她干了。婚礼那天我会提前在茶里下毒，你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代替韩飞宇给他敬茶最合适不过了。他说话的语气柔到腻死人，但是每个字都像利刃一样往我心口扎。柳如烟真是好算计，联合我亲弟弟背叛了我，还给我画大饼，想要利用完我最后的价值。注意到他手心里还握着我刚才还给他的项链，我摸索着帮他戴到脖子上，双眼无神地看着前方，余光却落在项链上发出一闪而逝的红光上。良久之后，才乖巧地点头。你知道亏欠了我就好，但是你小姑生性多疑，我怕还没靠近她就被她识破了。要不那天你把柳氏的核心机密以及帮派内部的调遣令让我随身携带，一来可以当做我的保命符，2来有这么大的诱惑在，
他一定会放松警惕的。这好吧，柳如烟有些为难，本不想答应的，但是触及我掌心一片血红，不知怎地就答应了。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当天晚上，韩飞宇抱着孩子来到我房间，一进来他就开门见山：“哥哥，你的命可真大，但是你休想把柳如烟抢走。”话音刚落，他就狠狠掐了他女儿的胳膊，强硬地塞到我怀里。孩子立刻在我怀里嚎啕大哭。房门外响起了焦急的脚步声，韩飞宇得逞地笑了，迅速抓乱自己的头发，用力往桌角撞。哥哥，不要伤害我女儿！嫣红的鲜血从他的头上流下来，他却惶恐地跪求在地。柳如烟跑进来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一幕，触及孩子胳膊上的淤痕，他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风雨欲来，韩立，你找死！不是我！啪！突如其来一巴掌把我扇倒在地。柳如烟怒火攻心，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提到半空。韩立，我说了，只要你乖乖的，以后我给你的补偿只多不少。为什么你就这么歹毒，对你的亲弟弟和孩子下毒手？是我对你太好了，让你得寸进尺是吧？现在我就废了你的手！他猛地拽起我的右手，往反方向一掰，剧痛袭来，我清晰地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我惨叫一声，痛的瞳孔都涣散了，拼死才压住想要还手的冲动，任由他将我像垃圾一样甩在地上。我怎么忘了她是风云世家小姐，遗传了柳家的阴狠毒辣？韩立，我对你百般忍让，不过是看在我对你的亏欠上，但是不代表你可以背地里对我的孩子下手。你太让我失望了。他厌恶地瞪了我一眼，转身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看我蜷缩在地，痛得浑身痉挛的样子，眼里终究还是闪过一丝不忍。韩飞宇突然恨恨地瞪了我一眼，抱着孩子哭喊：“如烟怎么办？孩子晕过去了。哥哥，我知道你心里有恨，可是孩子是无辜的，你到底对我女儿做了什么？”柳如烟脸色骤变，火速抱着孩子找医生，手腕的剧痛让我难以忍受，躺在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晕了过去，直到我再次被痛醒。老鼠！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身上缠满了老鼠，我惊恐的满地打滚，惨叫连连。不经意间，我看到了站在门外的柳如烟和韩飞宇，顿时明白了什么。他知道我最怕老鼠了，曾经我为救他曾被老鼠咬过，自那以后我对老鼠害怕到了极点。他说过只要有他在，就再也不让老鼠靠近我。可是现在用老鼠对付我的人就是他，防止他看出我在装瞎，我放弃了所有抵抗的举动，任由冰冷的老鼠在我身上咬下一块块的血肉。飞宇，现在气消了吗？你哥哥。飞宇，现在气消了吗？你哥哥最怕老鼠了。他直直地盯着我，藏在背后的拳头却握到手指骨泛白，将他的反应看在眼里。韩飞宇赶紧拉着他的胳膊撒娇，分明是为我说情的话，但我却听出了一丝算计的味道。如烟，算了吧，我不生气了。我想哥哥也不是故意的，好在孩子没什么事，不如就把哥哥关在这里反省，别闹得太难看了。柳如烟的脸色总算有了好转，但是面对我的时候依旧是板着一张脸，冷哼一声：“韩立，这就是韩飞宇和你的差别，同样是双生子，你们的心地就怎么相差这么多？”我再也忍不住晕过去，直到我被人用冷水泼醒，身上又冷又痛，差点喘不过气来。韩飞宇恶狠狠地说道：“哥哥，你知不知道柳如烟为什么会变心？我告诉你，其实一开始他就没喜欢过你，接近你是为了得到组织的机密，你恐怕还不知道吧？爸妈连同组织里的各位姑姨已经被柳如烟一网打尽了，他们的尸体都腐烂变臭了。”哈哈，我如遭雷击一般愣在原地。突然我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不，韩飞宇，他们也是你的亲人啊，你为什么这么丧心病狂？”这一刻我的心里只剩下无边的恨意，他脸上的笑容慢慢隐去，狰狞的有些可怕。我不过是在为自己争取罢了，像柳如烟这样优秀的女人，我怎么可能把她让给你？所以我不顾一切也要抢过来。抢！他不给我问的机会就已经锁上门离开。隔天夜里，我房间突然多出了一瓶外用药，这种药对骨头的恢复效果非常好。婚礼的前一周，韩飞宇突然把我像狗一样拖出来，带到院子里试西装，不顾所有人还在场，直接让人扒了我的衣服。哥哥，你身上怎么这么多伤疤？看着好恶心哦。他瞄了一眼柳如烟，后面的话没有说完，但是已经不言而喻了。我捂着胸口的衣服，冷笑一声：“该不会柳如烟极少让你碰，你也想去体会一下？”他气得暴跳如雷，扬起手就想打下来。柳如烟死死盯着我背上的伤痕，将手里的杯子捏爆。住手！韩飞宇从没见过这么低气压的柳如烟，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可柳如烟落在我身上的眼神逐渐变得深沉、纠结和犹豫。婚礼前一天晚上，屋外电闪雷鸣，他喝得酩酊大醉，不知怎地走到了我房门口，默默坐下，一个人喃喃自语道：“韩立，5年前被你抓住的男孩是我弟弟，你为什么不肯放过他？他才15岁啊，被你毒害之后成了植物人，再也没有清醒过来。要是你没有这么恶毒，我根本不可能这么对你。5年前，我愕然，5年前我的确在基地附近抓过一个可疑的男孩，原来他就是柳如烟的弟弟。可我当时明明已经委托韩飞宇帮我放了他。我麻木地换上一件深色的衣服，趁着没人发现溜出了房间，潜入后院中一个梦幻的房间，成功找到了在床上沉睡的男孩。他果然还和5年前一样没变，唇角一勾，我将一粒特制药喂进他嘴。柳如烟希望你会喜欢喂进他嘴。柳如烟希望你会喜欢明天婚礼上我送你的大礼。其实他弟弟并不是生病，只是中了组织里研制出来的毒罢了。要是柳如烟突然有天发现误会我了，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呢？婚礼这天，柳如烟在我的房门口来回踱步，她站的地方落了满地的烟头。看到我穿着西装推门出来，她不由自主地朝我走2步，神色有一瞬间的恍惚。韩立，我站着没动，空洞地望着前方。在韩飞宇的提醒下，他才后知后觉把柳家的核心机密以及风云调遣令交到我身后的保镖手里。哥哥，还有这个。
韩飞宇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十分恼火，直接把一个红色的托盘放到我手里，还不忘反复交代：“哥哥，这个就是你待会到了小姑家要给她的敬酒，路上小心些，可别洒了。”好，我若无其事的接下。柳家有个规矩，要是长辈和晚辈同一天结婚，侄女婿在婚礼当天要坐着婚车到小姑敬酒，之后才能回来举办婚礼。见我不走，韩飞宇以为我害怕，直接提着我的左胳膊往门口走。哥哥放心吧，柳如烟派了保镖跟着你，你不会有事的。说这话的时候，他和柳如烟暗暗对视一眼，他只是微微皱眉，但没说什么。我装作没看见，握紧了手里的大红托盘，跟着他们走到门口。在临上车前，我突然顿住脚步。柳如烟，你没什么想和我说的吗？他愣了一下，死死盯着我托盘里的酒，眼里闪过一丝机不可察的挣扎。去吧，我笑了，头也不回钻进婚车里。其实我还给柳如烟的项链被我改装了一下，不仅可以报警定位，还能窃听。他们交给我的酒下面其实装有炸弹，只要我敬酒的时候端起来，便会当场引爆。我身边的保镖说的好听是为了保护我，其实是为了方便在我敬酒之前带着这些重要东西回来。柳如烟，你这是想不费一兵一卒让我送死啊？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婚车缓缓启动，升起的车窗就像是将我们彻底隔绝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柳如烟不知为何心里慌得厉害，不由自主地追着跑了几步。随着车速加快，她心里就像缺失了什么似的，疯狂地跟在车后大喊：“韩丽，如烟，这是哥哥欠你们柳家的，难道你忘了？想想你可怜的弟弟吧，多好的年华就这么躺在床上。别忘了今天是我们的婚礼，哥哥就是一颗弃子而已。”韩飞宇急了，连忙追上来拦住他，望着柳如烟失神的模样，他的眼里涌上了浓浓的不甘和委屈。柳如烟的心现在好乱，明明韩飞宇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可他总觉得浑身不对劲儿，就像失去了什么东西一样。我知道，让我静一静。他习惯了彷徨无助的时候陪陪他弟弟，刚走进他弟弟的房间，猛地瞪大了眼睛，激动的语无伦次：“刘宇，你醒了！”刘宇昏迷了整整5年，医生都找不出原因，现在居然睁开眼睛坐起来了。后面跟着进来的韩飞宇听到这个消息，如遭雷击一般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刘宇当年的事能够想起来吗？柳如烟着急地问道。刘宇迷茫地环顾四周，看到韩飞宇的那刻，他尖叫一声，躲到柳如烟身后：“姐姐，就是他给我灌药害的我。”柳如烟骤然一惊，凌厉的目光射过来，眉心皱成一团。韩飞宇吓得赶紧摆手：“不是我，害你的是我的双胞胎哥哥韩立，他和我长得一样，你认错也不足为奇。或许是有柳如烟在的缘故。”刘宇逐渐冷静下来，盯着他的眉心，坚定地摇头：“你撒谎！我清楚地记得放我走的大哥哥，他的眉心有颗红痣，你没有。你哥哥见我还小，可怜我，让你放我走，你却背着他给我灌药栽赃陷害。你恐怕不知道吧？我天生体质异于常人，虽然醒不过来，但有意识的。我和韩飞宇是同卵双生，唯一的区别是我的眉心有红痣，韩飞宇没有，不是我。”韩飞宇被他的话吓得愣住，瘫坐在地上，全身都抖个不停。下一秒，他被盛怒的柳如烟掐着脖子提起来，又用力地甩到门口，头磕在台阶上，活生生刮下一层头皮。韩飞宇，你骗我！他的怒吼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韩飞宇痛苦地抱头蜷缩在地上，又怕又惊，但是事情已经败露，他破罐子破摔，捂着流血不止的头疯狂大笑：“你为我生了女儿，你想杀我？骗你又怎样？这会儿哥哥应该被炸死了，到底还是我赢了。”这句话拉回了他的理智，意识到自己对我做了什么之后，他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像个疯子一样冲了出去。韩立，等我！他将油门踩到底，一路狂飙。他不停地给跟着我的保镖打电话，可是一直无人接听，恐慌在心里无限被放大。他急得一拳打在方向盘上：“韩立，你一定不要出事！”从没哪一刻他这么痛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调查清楚？半路上，他和柳青青的接亲车队相遇，不经意瞥了眼婚车，他猛地刹车。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停，皱了皱眉，再度启动汽车和对方的头车擦肩而过。头车里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只是短短的10几秒里，惊觉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柳青青偷偷送来的药膏果然效果惊人，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右手的断骨已经快要长好了。虽然没有痊愈，但是收拾一个保镖还是绰绰有余的。在离开柳家不久，我就解决了保镖和司机，成功坐上了柳青青派来接应我的婚车。至于那瓶酒，我早就让柳青青的人送回了柳家。柳如烟，你害死我父母的仇，到了偿还的时候了。20分钟后，柳如烟抵达柳青青的别墅门口，并没有发现自家婚车的踪影，急得他连忙拿出手机查看司机的定位。打开手机端那一刻，他愣住了，自家婚车的定位居然显示已经回了柳家老宅。韩立，等我！他立刻驱车回去，刚到家门口附近，就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破声。柳家老宅在他眼前轰塌成为一片虚。母亲，刘宇。柳如烟的脑子一片空白，崩溃的连滚带爬往里冲。他的母亲还有刚苏醒的弟弟还在里面啊！小姐，虚弱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他猛地停下脚步，回头看到今早在我的婚车司机被炸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我们中计了，柳青青要娶的新郎是韩立，他是装瞎的。半路上他打晕我们，上了柳青青的婚车。我赶着回来报信，还是晚了一步。他的人已经把酒瓶炸药送回了柳家，咱们柳家没了。我们帮会的调遣令被柳青青的人抢走，快逃！小姐，孤岛那些叛徒一旦被放出来，他们一定会回来找柳家寻仇。司机撑着最后一口气说完，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连串的打击让柳如烟眼前一黑，差点晕了过去。他现在脑子里非常乱，突然意识到刚才在路上已经和我错过了，猛地转身，双目充血，发出撕心裂肺的怒吼：“韩立，不要走！”不等他重新上车，一群穷凶极恶的恶徒已经将他团团包围。
哈哈，柳大小姐，别来无恙。柳氏已经被柳青青夺权，现在她已经把你交给我们处置。兄弟们，上！为首的叛徒一声令下，柳如烟被他们按在地上痛殴。他们要把在孤岛受过的罪全部还给他。滚开！柳如烟疯狂地挣扎，果断抢了他们手里的枪和他们拼死搏斗。但是对方人多力量大，他很快就要败下阵来。就在他即将被擒的时候，柳家最后几名忠心的保镖冲了出来，以自身血肉替他杀出一条血路。刘宇少爷等人已经被老夫人秘密送出去了，就在河对岸。老夫人留下我们给你们断后，小姐快走！柳如烟不甘心地看了眼身后追来的恶徒，知道这几名保镖根本拦不住他们，无奈之下只能跳江逃走。他在河对岸果然看到了刘宇和韩飞宇父女。姐，母亲为了把我们送出来，已经被杀死了。他已经放消息联系救部了，交代我们暂时躲在这里等待救援。刘宇说道。现在柳如烟已经一无所有，几人躲在一个废旧的小工厂里生活。可是他心里对我的背叛耿耿于怀，总是趁着出来帮他们找食物的时候打听消息。当年柳家找回来的私生女有点本事，才短短几年时间就让柳家易主了。听说她非常宠她的新婚丈夫，今天下午2点要带着她的丈夫乘坐直升机离开这里，去她丈夫的家乡定居。听到这个消息，柳如烟脸色骤变，果断丢下手里的吃食，拔腿就往机场跑。现在她对我的感情很复杂，一边恨我害她家破人亡，另一边又不愿放下我。韩立，我不会让你走的。与此同时，身后响起了居民的惊喊：出事了！刚有一伙人闯进对面那个旧工厂，听说带走了2个男人和1个孩子，现场血淋淋的，好恐怖！柳如烟的脚瞬间顿住，内心做了激烈的挣扎，才忍痛放弃寻找我。按着居民说的线索，很快就找到了他们的踪迹。带走他们的是从孤岛里被放出来的恶徒之一，名叫赵娜，以前是柳如烟的助理。韩飞宇抱着孩子跪在他面前哭求：娜姐不要杀我和孩子，孩子其实是你的。赵娜不屑的冷哼，抬脚把他踢出去几米远，还敢骗我！当初我不小心撞破了你给刘宇下毒的事，你勾引我求我不要告发你，并且保证以后会给我一大笔钱。可是你成功成为柳如烟的男人后，就翻脸不认人，寻个理由让他把我关到孤岛。现在为了求生，居然胡说八道！韩飞宇的肋骨被踢断几根，脸蛋痛得煞白，他怀里的孩子也吓得哇哇大哭。眼见赵娜越来越不耐烦，他咬咬唇，一股脑全说了：真的，我没骗你。不信你现在就带着这孩子做亲子鉴定。我给柳如烟下药，但她心里只有韩立，根本没有碰过我。我的女人只有你一个。赵娜惊得下巴都合不拢，看着她怀里的孩子又惊又喜，柳如烟再也忍不住，一脚把门踹开。谁？赵娜脸色一变，立刻掏出手枪，不等她扣下扳机，手被柳如烟紧紧地牵制住，反手一拧夺过手枪，给了她一个痛快。韩飞宇被这一幕吓得大气不敢出，在看清来人后，脸色一白，吓得惊恐的后退。韩飞宇，你为什么要骗我？柳如烟拿枪指着他，一步步朝他走近，情绪已经在暴走的边缘。不要杀我！柳如烟哥哥从小就样样比我强，我不甘心。柳如烟哥哥从小就样样比我强，我不甘心。只要是他的我就要抢。我早看出你喜欢他，所以我只有抢先一步利用刘宇让你恨他。我虽然把你抢过来了，可是你睡梦中叫的都是他的名字，我恨啊！他忍着剧痛爬过来求饶，但是柳如烟丝毫不为所动，怒吼一声将他推出去，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你去死！枪声响起的瞬间，韩飞宇眼疾手快把身旁被五花大绑的刘宇拉到自己面前，子弹射穿了他的脑袋，鲜血四溅。姐姐！刘宇瞪大眼睛倒在他面前。刘宇！柳如烟崩溃的抱头怒吼，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突然，他神色癫狂地朝着已经跑远的韩飞宇追了过去，对着他和他怀里的孩子疯狂开枪。韩飞宇，我要你死！直到手枪里的子弹被打光，他颓丧地跪在刘宇尸体边上，失声痛哭。这时，成群的孤岛恶徒从四面八方冲出来，将他轻松擒获，割断他的手筋脚筋，关到了孤岛。那些人为了报复他，时不时就上岛来逗弄他，但又恰到好处留他一口气。在这里，他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的，精神必须时刻紧绷才有活命的机会。在一次躲避报复的时候，他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我的衣服碎片以及山壁上发黑的血迹。不难想象，当初我也是像他一样，在这里艰难而绝望的苟活，愧疚和懊悔袭上心头。他握着手里的布料，眼泪迟迟不敢落下。韩立，对不起。半年后，他母亲的旧部把他救出了孤岛，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是自从那天之后，我方组织却被人频频报复，机密外泄，好不容易重新建立的基地也遭人多次轰炸，组织内部甚至发出密令，谁能把对方头子的命取下来，一等功就是谁的。3年后，我所在的城市出现了一辆黑色豪车，车窗降下露出了柳如烟异常冷峻的侧脸，吐出一口烟圈，他眸底掠过危险的暗光。韩立，我回来了。我和柳青青结婚后，才知道他是组织安排在柳家的卧底，并且以前是我家邻居，暗恋我多年。在孤岛上我能够复命，是他暗中把解毒的草药埋在放在我藏身的附近，也是他暗中保护我。这几年我陆续从他嘴里知道一些，柳家的确有个血脉流落在外，无人知道对方是男的还是女的。几年前组织就决定钻这个空子，打算安排我冒充私子到柳家卧底。当时我才10几岁，但是天资聪颖，身手敏捷，是卧底的不二人选。他是组织里秘密培养出来的精英，担心我的安危，便自告奋勇代替我去。他刚到柳家的时候，顶着私生女的身份非常不受待见，几经生死才做到了柳家2把手的位置。没想到有一天我竟然被抓到了孤岛上，他不方便和我说明身份，就一直默默守护我。
后来柳家灭亡，他带着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并且利用柳家的财富重新联络组织各地的幸存者，在前辈的带领下重新建立新的组织，规模比之前还大。而我也在今年和柳青青做了真正的夫妻。屋内的菜香把我从回忆中拉回，她把2盘菜放在桌上，轻轻地从后面抱住我。老公，想什么呢？我问出了一直想问的问题。要是没有韩飞宇的破坏，没准我就和柳如烟结婚了。你暗恋我这么多年，又为我做了这么多，不会觉得不值吗？柳青青到底不是真的柳家人，除了一开始伪装的邪恶模样，其实私底下是个温润如玉一般的女人。她很喜欢我的主动，她抱着我，嗓音透着几分慵懒，却又带着一丝郑重其事的味道。那我会嘱咐你，韩立爱是成全，不是占有。我希望你这一生都平安顺遂。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虽然说柳如烟是我情窦初开时的美好回忆，但给我带来了最深刻的痛。而我选择柳青青做妻子的原因，是因为这几年她用她的方式抚平了我的伤口，让我沉寂的心再一次跳动。这种安心和体贴信任的感觉是柳如烟给不了我的。可今天一个紧急电话打扰了我们平静的生活。柳青青接到一个电话后，眉头紧皱。怎么了？她很少做出这种凝重表情。我不由得担心柳如烟回来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她回来复仇了。片刻后，柳青青莞尔一笑，抬手抚平了我的眉头，轻轻在我脸上落下一吻，露出一个胜券在握的表情。别担心，有我在，现在就等着他这条漏网之鱼了。3天后，他得到柳如烟在我家附近出现的消息，立即联系部下拿枪集合。我的心紧张的砰砰直跳，看着正在门口换鞋的他，忍不住叫住：青青小心，我等你回来。他转身走来，摸着我的脸，温和一笑：放心，说好给你和宝宝一个完整的家，我就不会食言。他走之后1个小时，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急得在家里来回踱步，心里升起了莫名的恐慌。直到接到组织内部紧急电话：不好了，韩哥，柳如烟狡猾奸诈，用一个和你背影相似的男人把柳队骗走了，现在失去了联络，生死不知。我如遭雷击一般愣在原地，四肢发凉，抖个不停，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试着启动3年前我放在柳如烟项链里的追踪器，竟然还真让我查到了她现在的定位。她居然还带着那条项链。一时间我心里五味杂陈。把定位发给组织后，我也驱车赶过去。柳青青那方和柳如烟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交战，现场枪林弹雨，危险重重。我带来的人立刻加入支援。片刻后，柳如烟那方已经逐渐落于下风，她的部下拿命相护，为她杀出一条血路，护她上车逃走。汽车开动的时候，她突然探出窗外，第一次用一种冰冷的眼神瞪着我，恨得咬牙切齿。韩立，我知道她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分神，没注意到脚下的台阶竟然从高高的斜梯上掉了下来。韩立，柳青青回头，满脸骇然地往我的方向冲，可是她和我的距离有100米远，来不及了。满脸骇然地往我的方向冲，可是她和我的距离有100米远，来不及了。这时汽车急刹车的声音灌入我耳里，在我以为自己会摔死的时候，落入了柳如烟的怀里，抓住她。柳青青急得青筋暴起，队友纷纷拿枪围了过来，将她逃生的唯一出路堵死了。失去最佳逃生机会的柳如烟果断拿枪抵住我脑袋，抓我上车，往另一个方向逃走。我方的人在后面穷追不舍，他被逼无奈把车开到了山脚，只能弃车挟持我进山，一路逃到山顶，已经无路可逃。投降吧！我喘着粗气坐在石头上，望着他，心里五味杂陈。夕阳的余晖落在他身上，仿佛在他身上镀上了一层淡淡的忧郁。他回头，神色落寞地盯着我，良久之后打开掌心，我还回去的项链赫然躺在他手里。对不起，欠你的，终于有机会和你当面道歉了。我已经立刻防备的后退，按理说他应该恨死我了，不可能和我道歉的，除非他在耍别的花招。你和他有孩子了。柳如烟的视线望向我，突然浑身戾气暴起，朝我扣动扳机。我下意识拿出藏在袖子里的枪对着他，可是还是慢了一步。砰！枪声在寂静的山顶格外响亮，一条死老鼠从我身后的树枝上掉下来。看着老鼠身上的子弹，我瞳孔猛缩，难以置信的回头柳如烟。他苦笑一下，放下枪走过去，将死老鼠扔远了，将我的表情看收入眼里，神色暗了暗，苦涩的笑意不达眼底。我只是想帮你杀老鼠，你杀老鼠，你不是害怕吗？我依旧傻傻地举着枪对着他，脑子里乱乱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柳青青听到枪声，带队火速往山顶冲，凌乱的脚步声似乎扰乱了柳如烟的心。她突然转头看过来，其实我知道你是故意摔下来的，但我还是回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的话将我的理智炸飞了，惊恐地看着他，握着手枪的手抖得厉害。他说的不错，我就是故意的，毕竟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我只能铤而走险，仗着他还留着项链，赌他对我的不仁。我赌对了，但又好像输了。你别过来！他面无表情朝我逼近，我步步后退，声音却颤抖得不成样子。他猛地握住我的枪，缓缓把枪口对准了他的左胸口，带着些许诀别之意。你以为我找你是为了报复你？一开始我的确想过报复你，可是我更想找个机会和你开诚公共的道歉。韩立，我错了，但我知道已经晚了。他淡淡瞥了眼围过来的柳青青，忽地笑了，用力握着我的手扣动扳机。现在让我成为你的一等功吧。耳边的枪声响起，他的尸体面带微笑倒在地上那一刻，一切都尘埃落定了。柳如烟，我惊恐的抱头大叫。柳青青立刻冲过来，神色复杂的瞄了一眼他，把我紧紧抱住。没事了。这件事后，我许久都没有缓过来。柳青青一直耐心的开导我，直到我们儿子的出生，我终于释怀了，对柳如烟的爱恨情仇也逐渐消散，化为虚无。